天翻地覆，美对华贸易战最强风暴来袭，中国出口企业面临生死考验，10万家工厂或将倒闭。川普兑现60%关税承诺，中国经济将遭遇史上最严峻挑战。新官上任3把火，重返白宫的川普这次是动真格的了。2月4日，他直接祭出了对华贸易战以来最狠的一招，对所有中国商品加征10%关税。这个看似温和的数字背后，却是一记足以让中国出口企业伤筋动骨的重拳。更让市场恐慌的是，白宫高级经济顾问昨天透露，这只是第一波打击。川普团队已经在制定更严厉的对华关税计划，最终目标是将关税税率提升至60%。高盛最新报告指出，如果这一计划落地，将导致中国 GDP 增速直接下滑 1.5 至2个百分点，相当于抹去中国近1年的经济增长。让我们先来看看这10%关税的杀伤力。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，2024年中国对美出口总额高达5250亿美元。简单算一下，10%的关税就意味着中国企业每年要多付525亿美元，这笔钱相当于3个深圳地铁年度投资预算的总和。更糟糕的是，根据中国出口商会的最新调查，目前中国出口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已从去年的5%至7%萎缩到3%至5%。这意味着什么？10%的关税直接就把企业的全部利润吃掉了，还得往里贴钱。难怪消息一出，从深圳到义乌，从广州到温州，外贸重镇的企业家们就坐不住了。花旗银行的分析师在最新报告中毫不留情地指出，根据我们的压力测试，如果10%关税持续6个月以上，预计至少30%的中小外贸企业将面临破产风险。要知道，中国现有外贸企业约45万家，这意味着超过10万家工厂可能会倒闭，直接影响就业人数超过800万。中国政府这次的反制措施看起来也相当无力。2月10日开始，对美国煤炭和液化天然气征收15%关税，对农业设备和原油征收10%关税。但问题是，这些商品的总价值才140亿美元。德意志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在最新报告中直言不讳，这就像是用水枪对抗大炮，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上。更要命的是，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统计，中国在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承诺的2000亿美元采购目标，实际完成率仅为57%。摩根斯坦利的分析师指出，这个数字甚至不及贸易战前2017年的水平，给了美方继续加码制裁的理由。让我们再来看一组更触目惊心的数据。根据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的统计，目前有超过60%的外贸企业订单量同比下降30%以上，其中纺织、服装、家具、玩具等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订单跌幅更是超过50%。中国外贸协会的内部报告显示，仅长三角地区就有超过2万家外贸企业在过去2个月里申请了破产保护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彭博社的调查发现，已经有超过40%的美国采购商开始将订单转移到越南、印度等国家。一位浙江外贸协会的负责人无奈地表示，很多企业都在等死，因为就算想转型，也需要时间和资金，但现在这2样我们都没有。接下来的日子只会更难熬。根据路透社的报道，美国商务部正在起草更严格的跨境贸易监管法案，内容包括要求所有对美出口企业必须披露完整供应链信息，并缴纳高额保证金。如果这项法案通过，将是压垮众多中小外贸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更可怕的是，这次贸易战的杀伤力远不止于此。除了直接加征关税，美国政府还在酝酿一系列组合拳。据《华尔街日报》披露，
美国商务部正在制定新的技术出口管制清单，涉及人工智能、量子计算、生物科技等重点领域。一旦实施，将有超过500种高科技产品被限制对华出口。高盛的一份内部报告揭示了更令人担忧的细节。根据他们的测算，如果美国的技术出口管制措施全面实施，中国的高科技产业链将面临断供风险。以半导体为例，目前中国芯片制造企业的核心设备和材料有超过70%依赖进口，一旦被切断供应，至少60%的产能将面临停产。不仅如此，川普政府还在针对中国的关键矿产出口打出组合拳。就在前天，美国财政部宣布，将对包括钨、锑、钡、钼和铟在内的战略矿产实施新的贸易限制。花旗银行的分析师指出，这些矿产可能看起来很小众，但它们是全球高科技产业的命脉。中国在这些领域的全球市场份额超过80%，现在美国这一招直接打在了中国最疼的地方。让我们来看看具体数据。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统计，中国控制了全球92%的钨资源、83%的铋资源和78%的钼资源。这些矿产的年出口创汇高达280亿美元。但现在好了，美国这一招不只是打击中国的出口创汇，更是在切断中国与全球产业链的联系。德意志银行的研究报告更是直言不讳，美国这次是要玩真的了。通过限制中国出口关键矿产，迫使全球供应链重组，这招比直接加征关税杀伤力更大。数据显示，自去年以来，已有超过200家跨国公司开始调整供应链，将部分订单转移到越南、印度等国家。更令市场担忧的是，美国正在联合欧盟、日本等盟友组建关键矿产联盟。彭博社报道称，这个联盟的目标是在3年内将全球供应链对中国的依赖度降低50%。摩根大通的分析师警告说，如果这个计划成功，中国每年将损失至少1000亿美元的出口收入。与此同时，美国对中国企业的制裁也在不断升级。继将华为、中芯国际等企业列入实体清单后，美国商务部又盯上了更多中国企业。据知情人士透露，下一批制裁名单可能包括100多家中国高科技企业，涉及人工智能、生物科技、新能源等领域。市场对这些消息反应强烈。中国最大的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股价更是腰斩，市值1天之内蒸发了近700亿港元。更让人心惊的是对就业市场的冲击。根据中国人力资源协会的调查，仅在高科技领域就有超过200万人面临失业风险。其中，芯片、人工智能、新能源汽车等重点领域的裁员比例可能高达30%。一位深圳高科技园区的人力资源经理透露，现在很多企业都在偷偷裁员，有些甚至把整个部门都裁掉了。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，中国政府的应对措施似乎显得有些捉襟见肘。除了对美国煤炭和液化天然气加征15%的关税外，中国还祭出了稀土牌。2月11日，商务部宣布将进一步收紧31种稀土金属的出口管制，但市场反应平平，甚至有分析师嘲讽说这是纸老虎。为什么这么说？让我们来看看数据。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报告，虽然中国控制了全球87%的稀土产能，但美国早已开始布局替代供应链。去年，美国已经在澳大利亚、越南等地投资了超过50亿美元，建设稀土开采和加工设施。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师指出，中国的稀土牌可能已经过时了，这张王牌打出去，反而暴露了自己的虚弱。更糟糕的是中国企业的转型困境。路透社的一项调查显示，在被访的2000家中国外贸企业中，有76%表示想转型但无力转型。
主要原因是什么？一是转型成本太高，二是技术储备不足，三是人才短缺。一位浙江外贸协会的负责人说得很实在，大家都知道要转型升级，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，光是重新购置设备就要几千万，这钱从哪来？资金链断裂的威胁正在逼近。根据中国银保监会的内部报告，目前有超过40%的外贸企业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贷款逾期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这些企业的担保物大多是厂房和设备，一旦被强制处置，很可能引发连锁反应。一位国有大行的风控主管透露，我们现在每天都在开会讨论坏账问题，情况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还要严重，失业潮已经开始显现。智联招聘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，今年一季度外贸相关岗位的招聘需求同比下降67%，创下历史新低。与此同时，主要外贸城市的房价也开始松动。易居研究院的数据显示，义乌、深圳等外贸重镇的二手房价格在过去2个月平均下跌了8%，部分区域甚至出现了断崖式下跌。国际投行们的预测更是让人心惊。高盛在最新报告中将2025年中国 GDP 增长预期从5.2%下调至4.0%。瑞银则更悲观，直接给出了3.8%的预测，并警告说，如果美国真的把关税提高到60%，中国经济增速可能会跌破3%，这将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水平。根据中国社科院的预测，如果贸易战持续升级，今年可能会有超过100万家中小企业面临倒闭风险，直接影响就业人数可能超过1000万。这个数字令人揪心，因为它背后是无数家庭的生计。一位深圳外贸企业的老板在接受采访时说了一句令人深思的话，其实大家都知道，靠低价竞争的模式早晚要结束，只是没想到结束的这么快，这么猛。